在前面的课程已经介绍过，在1887年，瑞典化学家阿瑞尼斯提到电解质溶于水中会解离出带正电及带负电的粒子，此即为阿瑞尼斯解离说。依此为前提，如果此物质解离出的带正电粒子为氢离子，我们就称此物质为阿瑞尼斯酸，例如氯化氢。如果解离出可以带负电荷的粒子为氢氧根离子，就称此物质为阿瑞尼斯碱，例如氢氧化钠。在确定何谓阿瑞尼斯酸与阿瑞尼斯碱之后，可以用实验来确定酸与碱物质的强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同浓度的酸或碱溶于水中，以这个实验装置中电灯泡的亮度来判断酸碱的强弱，可以让灯泡产生很大亮度的物质，代表该物溶于水后产生很多的带电粒子，使水溶液导电度大幅上升，即可判断此物质具有高解离度，可以视为强酸或强碱。反之，如果灯泡的亮度很弱，代表水中可以帮助导电的带电粒子很少，也就是该物质的解离度较低，而可以视此物质为弱酸或弱碱。我们可以从微观图示来解释强酸与弱酸的差异。以酸性物质为例，左图的分子几乎完全解离成为带正电粒子与带负电粒子，几乎不会再以分子的方式存在。科学家定义这种在水中几乎 100% 解离的酸为强酸，而右图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物质还是以原来未解离的状态存在于水溶液中，只有少部分解离。这种只有少部分解离的酸则视为弱酸。对于碱物质而言也是这样，在水中几乎 100% 完全解离出氢氧离子 OH 负，解离度极高的，我们即称此碱为强碱。在水中只有部分物质发生解离或是产生氢氧离子 OH 负，就被称为是弱碱。在生活中，酸物质与碱物质无所不在，例如在食品工业中有醋酸、碳酸，化工业利用氢氧化钠制造肥皂，盐酸被用来制造预测清洁剂等等，其他还有染剂、塑胶、肥料工业，甚至是造纸工业上都需要这些酸碱物质的参与。在认识这些物质酸碱的强弱之后，接下来就需要知道这类物质的中文命名及化学式。 HCl 氢氯酸，其水溶液即俗称的盐酸，常见用于预测清洁剂。 HNO3 中文名称为硝酸，常见用于氮肥的制作及金属蚀刻。硫酸 H2SO4 用于肥料工业，也用于制作清洁用品。过滤酸 HClO4 可用于液晶面板的制作。接下来常见的弱酸有乙酸 CH3COOH， 在食品工业中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还有碳酸 H2CO3， 汽水就是属于这一类物质。而在生活中常见的碱物质有这些，例如氢氧化钠 NaOH 用于肥皂的制造，氢氧化钾 KOH 在碱性电池中当电解质，氢氧化钙 CaOH2 可以降低土壤酸度，作为消毒剂，氢氧化钡 BaOH2 可当橡胶的硬化剂。现在将今天学到的知识整理一下。酸碱的强弱不是利用溶液体积的大小判断，也不是利用浓度大小，而是依据酸物质或碱物质本身的解离程度而做区别。在水中，几乎 100% 解离者为强酸或强碱，如果只有部分解离，则称为弱酸或弱碱。而对于命名的部分，是由它的化学式的命名规则而来，是不可以被更改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前，让我们来小小的测验一下，刚刚上课的内容是否真的了解了？请问图中哪两个是强酸，哪两个是弱酸呢？
强酸是 C 和 D， 而弱酸是 A 和 B。你答对了吗？强酸和弱酸的差异是关于解离度的大小哦。首先，我们看到浓度高的 A 和浓度低的 B， 在这两张图中，只有少部分解离为带正电粒子与带负电粒子，大部分的物质还是原来未解离的状态，所以 A 和 B 都是弱酸。而浓度高的 C 和浓度低的 D， 由于图中的分子几乎都产生解离，不再以分子的方式存在，根据前面学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在水中几乎完全解离的酸为强酸。以上就是这个部分酸碱的强弱与命名的课程，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去发掘，还有哪些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阿瑞尼斯酸与阿瑞尼斯碱。